鲁哥，小爽，我回来了。不是你咋回来了？这大过年的，不是，这位是？这是张萍萍，现在是我过命的兄弟了。萍萍，叫鲁哥。鲁哥好。哎呀，不是，这时候回来你还让不让我过年了？骗子找着了？找着了，现在已经被我撂局子里了。可以呀，兄弟啊！不赶紧上屋快点的！哎呦我，那合着还有13万块钱没要回来啊？有多少先还多少吧。但无论如何啊，你一定要先把虎哥的钱给还了。我想先还给另外几个人，那几个人做的都是小本生意，他们呀会更需要这笔钱。你拉倒吧！你别以为你走这么久，虎哥就能把你忘了。虎哥的钱我不是不还，只不过不是现在，得先缓一缓。我这次回来，已经想好怎么翻身了。我一定要把这场翻身仗给打赢，不然我不甘心。我现在要把这台机器彻底研究明白，然后我们自己搞生产，这需要本钱啊。你的意思，这机器就能翻身了？我觉得能。不过这段时间又得麻烦你一下，我跟萍萍得住在你店里。这都不叫事儿，但你俩得低调点，知道吗？没啥事别出去乱转去。成。小闯，看来你收到我的传呼了，夕阳，新年快乐呀！也祝你新年快乐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黄有为被我逮着了。昨天晚上我直接给他堵在家里面，把我的钱要回来了一大半。现在我已经可以回广州了。那太好了，我已经买好了去广州的火车票了。生活很快就会变得好起来。等你到了广州，咱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幸福生活了。不过说好了，我工作挺忙的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也没有想过让你当家庭主妇呀。夕航，问你个事儿啊，那个你们广州办事处有给你分宿舍吗？应该分吧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是这样，那个我把老鲁店里的那个床位让给张萍萍了，所以现在我得重新找地儿住，所以就问一下你。问我什么？其实我可以不去住宿舍的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把你的意思跟我说明白。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每天睡觉前的最后一眼，和每天睁眼的第一眼，看到的都是你。想过来跟我一块儿住吧。那我不去住宿舍了。那我挂了。好。林总，
华研电脑的3个系列用风雅颂来命名，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谭副总给起的名字。大家都知道，《诗经》那是我们民族文化精髓之所在。我们华研电脑为什么要用风雅颂来命名？就是想告诉全世界，我们国家在电脑领域的成果。民族的，就是世界的嘛。林总，华研的情怀确实令人动容，但情怀总是说了容易做了难。当下的市场上，国有品牌电脑正在遭受国外品牌的全面围剿。那您是怎么保证华研的自主品牌能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突出重围呢？这个问题啊，提的还是比较犀利的哈。其实我们内部也有一些争议。这条路啊，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，再难，那也总得有人迈出这第一步吧。既然其他人不愿意做这个先行者，那我们华研来做吧。所以，我们这次的策略就是主推高端机，也就是我们的宋系列。我们要用实力，用品质告诉所有人，我们自己研发的电脑不比国外的品牌差。我坚信，品质是证实自己的最佳方式。我来说几句。刚才我听了林总经理的话，非常感动。华研能在这个时候站出来，令人钦佩。我们应该支持他，鼓励他。我相信，他们一定会在这个电脑市场的严冬里，杀出一条血路。所长，我给您打个赌，不出3分钟，老谭就会跑到我办公室来，跟我拔刀相向。哎呀，我说你们2位啊，怎么总是磕磕绊绊的呢？就没有一回是志同道合吗？我们俩是志相同，道不合呀。所长，其实有句话，我特别想跟你说。哪有一把手碰到过这么大的压力啊？我真是不堪重负啊！但是你刚才，老谭，哟，所长在这儿呢。哎，怎么样？2分钟还没到吗？我这儿找那个谁老林说点事儿。好。老林，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今天在发布会上那番话什么意思？我意思很明确呀，高举高打嘛。那风雅颂3个系列的配比又是多少？老谭，宋系列是我们的拳头产品，品质高，价钱高，当然配比也就最高，占50%。雅系列是品质型，占30%。风系列是经济型，最低端的，占2%吧。如果市场销量不好的话，我还要削减配比呢。恰恰相反，我个人认为啊，风雅颂3个系列的产品，从低端到高端，它的配比应该是5比3比2。风系列的配比那应该占的是最高的。为什么？所长，你看啊，咱们是刚刚进入到市场，现在咱们华研的高端产品和国外的品牌根本就没法抗衡，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以经济性的电脑为主打，迅速的占领市场。咱跟人能比的就是价格低廉嘛。电脑是什么？奢侈品。有人愿意出2万，就不会在乎多掏5000块钱去买一个品质更高的东西。高端机跟低端机的利润差了多少，你心里应该更清楚。
明天你先去工厂，去监督管理工厂的生产线，其他的事情你先放一放。信和照片我都收到了，恭喜你啊！最近可都是好消息。嗨，但是那笔钱，我可能还是得过段时间才能还你。哎，先不说这个了。对了，你说的那个机器的原理我已经弄清楚了。你最近怎么开始研究这个了？问你个问题啊，你听说过 VCD 吗？还真没有。那就更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误了。现在 VCD 在国内是真的很罕见。这个机器的技术其实并不复杂，是，激光头、变压器、光驱驱动芯片，还有所有的这些电路，我都已经研究明白了，就差那个小黑卡，我实在没搞明白。这种视频播放器最核心的就是解压技术。前一阵子我在香港出差的时候，也看到了一款新型解码芯片，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小黑卡，那个上面跟你这个一样，也有一个眼睛的标识，其实用的就是最新的Unpack 技术。原来是新技术啊！我说呢，哎，复杂吗？不复杂，这个原理其实并不新，就是把信号送入 Unpack 解码器。Unpack 先对它进行系统解码，分离出音频、视频数据、同步定位等，最后再进行压缩解码。其实啊，你只要有这个芯片和解码器，这个东西比录像机还简单呢。哎，师弟，既然你见过，给我整份图纸过来呗。行吧，谁让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呢？谢了。哎，对了，华研最近搞自主研发那个事儿搞得怎么样了？最近已经准备开始生产了，谭主任被派到工厂里了，我可能要去帮他一块儿弄。华研搞自主研发，肯定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师弟，你可自己长点心啊！放心吧，我知道。谢航什么时候去广州啊？我让他把图纸给你捎过去。他这周5的火车，要是能顺道捎过来，那最好不过了。谢了，师弟，挂了。搞定。哎，对了，你还记得当年那个汉卡吗？那个呀，就是我和我师弟的杰作。现在有他帮忙，这 VCD 的最后一个技术难关也彻底搞定了。行，到时候啊，你把那个零配件那个型号给我，我负责进货。哟，这种配件你也搞得到？大型机我都能给你搞定，这点玩意儿算啥呀？卢海牛，你是这个。哎，行了。这是 VCD 的基本电路图，你先拿给他，有什么不懂的，让他随时打电话给我。这么快就画出来了，怪不得他说你是技术狂人，真是佩服你。都是一些基本原理，我平时就爱弄这些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反倒是我越来越佩服你了，为了小闯，放弃这么大好的机会去广州陪他。去了也是好机会啊。听说你们华研已经开始自主研发了，看来跟杰弗森正面交手的时间也不远了。能和杰弗森这么大的品牌同台竞争，有压力的应该是华研。你们现在发展的速度已经是杰弗森的好几倍了。祝你们生产顺利，早日和杰弗森一较高下。谢谢。那我们一定毫无保留，全力以赴。谭主任，哟，一板啊，你可算来了。啊，这么大一场子，我自己哪盯得住啊？您赶紧再派点人手过来吧。我这不来了吗？这回啊，我可能要在这儿待段时间了。公司那边没了您能行吗？
哎，小心一点儿，里面都是进口配件。知道了。这写什么呢？香港贸易公司发来的配件，这些都是按照风雅颂2:3:5的配比进的。林主任绕过了公司流程，直接从香港那边进的。行，看看。这里是1车间，里面的工人都是从原来厂子里面挑选出来的，经验最丰富、技术最娴熟的人。岳师傅，这是我们华研的谭总，今天刚到。你带你的人来一下。哎，大家伙儿停一下，过来。这是华研的谭总，打个招呼。谭总好。谭总好。大家好。咱们呢都是自己人，不客气啊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说一声，这是我们华研自主研发的第一批机器。从所里边到公司，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非常的重视，所以说呢，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。从今往后啊，我的要求也会越来越严格，所以说，希望咱们大家有个心理准备，好不好？别老提要求，也聊一聊待遇啊。待遇的事好说，只要把活干好，待遇自然就提高了吧。这点呢，请大家放心，我说到做到。行，大家伙干活吧。好，走。干活啊！他是谁啊？他叫岳三儿，这里的工长，厂里的老人。自从被咱们公司收购了之后，原来的那个吴厂长就一直抱病休假，现在主要是岳师傅负责厂里的生产。谭主任，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看看。好，这边。小是小了点儿，但临近过年，这已经是能找到最合适的了。小点好，小点温馨，而且这儿还离我上班的地方近呢。行，那咱们就这儿了。这怎么那么多枕头啊？你上回在佛山不是因为枕头没有睡好吗？我就一次性给你多买了几个。那这么多枕头，我到底用哪个啊？而且，我不是已经有一个抱枕了吗？哎呀，你就挑一个你最喜欢的，这空间已经很小了，别的地儿我真不想再委屈你了。这儿已经比佛山好很多了，我哪有那么多委屈啊？不行，你得说委屈，这样才能激励我，我才能有像发动机一样的动力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再有半个月，我的样机就能做出来了。等我的机器走向市场，赚了大钱，我就给我们航航买一套大别墅，带落地窗的那种。你不是喜欢晒太阳吗？我就在客厅弄一张躺椅，再买点猫猫狗狗，让你每天都可以晒日光浴。你们这儿负责人呢？三哥，有人找。那个师傅，您快走2步啊！啊，唐总来了。板卡的废品率为什么这么高？6%啊，一直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们极限。公司要求是多少？2%，可能吗？这我们大家伙每天起早贪黑的，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，还能怎么着？我告诉你啊，还有20天，板卡工艺就要验收。验货的时候，你必须把废品率给我降到2%。实现不了，要不您另请高明啊？哎，
谭主任，别跟他计较，一看就是个粗人。我不管他是粗人还是什么人，这板卡废品率意味着什么，你应该明白啊。我明白，废品率高不仅意味着浪费，还会影响生产效率。这样啊，晚上组织大家开会，再研究一下工艺流程的事情。不行，特别是今天晚上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哦，我们这儿有一个老规矩，这个新领导来了呀，我们要庆祝庆祝。啊，哎，我说大家伙儿，这个新领导来了，咱们心里边高兴吗？高兴。这个是不是应该喝点酒庆祝庆祝啊？是。那好，为了庆祝我们新领导走马上任，今天提前下班啊，大家去喝酒庆祝一下。好。谭主任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哎，你们快去叫救护车呀！快点！谭主任，快叫救护车呀！主任怎么了？谭主任，心跳已经恢复正常了，记得按时吃药。现在是高血压，伴随冠心病，所以呢，要配合我们医院的治疗，啊，多注意休息，饮食要清淡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大夫。好些了吗，谭主任？差点了。裴清华听说您的消息，非要来一趟，我按照您的吩咐把他拦下了。公司这么多的事情，还要让你们为我的身体操心。快坐下吧。都是因为这个约瑟。你说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人？哎呀，行了，谭主任，还是身体最重要。您得听大夫的，多注意休息。不说这个了。公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？别的都还挺好的，就是最近 CPU 的价格一路高涨。林主任呢，要带着秦荣斌去香港找新的货源。但愿我是错的吧。哥，这批高端 CPU 我托关系抢着了，比外面市场价低很多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有了这4000台呀，咱高端机的后续产量就跟上了。你是一路高歌猛进啊！那谭启章被赶到工厂，现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哎呀，义父，你还是不了解他。哎呀，当年啊，华研1号出事的时候，我也以为他一蹶不振的，可结果呢，又让他掀起了一阵风浪。哎，这个人啊，骨子里那股傲气跟固执是改不了的。明面上看似我略胜一筹，保不齐在暗地里，他一直瞅着我，一直瞅着，找准时机就咬我一口。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林主任，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刚公司来电话了，康普的负责人知道咱们自主研发的事了，去公司要说法了。裴清华呢？叫他去拖一下。负责人说了，一定要见你，不然就要起诉咱们。见我？啊！我马上就要去香港了。哎，老谭不是在北京吗？
叫他去。谭主任他都已经为火烧眉毛了，还顾得了那么多吗？叫老谭去。我很快就回来。好。哥，你这招隔岸观火实在是高。我早就想借康普这张牌，挫挫他的锐气。喝茶。哟，今儿下班这么早啊？发明家，今天的进展如何呀？还行。哎，这烙铁有味儿啊，别熏着你了。没事儿，我就想看看这东西怎么放出碟片来。现在已经大体完工了，就差最后一个技术难题，我得再研究研究。很难吗？也还行。哥们儿上大学的时候研究的东西比这复杂多了。看，我跟莉莉娅要了转职礼物，刚从香港邮过来的，就等你把它做出来了。成，就冲这玩意儿啊，我今天晚上说什么也得给它赶工出来。不着急，我们看电影的时间多的是呢。有你陪着我，我感觉成功已经在向我招手了。谭主任，这次康普的代表摆明了是来兴师问罪的，你可千万别跟他们争执。大夫说了，您现在不能生气。放心吧。起来。辛苦二位了啊！这个是我们上个季度的销售报表，你们可以先看看。我要见的是你们林总。这个实在不好意思，林总呢刚出发去香港，估计要1、2周的时间才能回来，所以有什么事情你们尽管说，我可以全权代表。关于华研自己生产电脑的事情，请你给我们一个解释。我非常理解你们的顾虑，就是怕华研电脑上市之后会抢占康普的销售渠道，影响它的销量。难道不会影响吗？当然不会。咱们双方呢已经合作2年多的时间了。2年前，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康普这个品牌，但是2年以后呢，康普电脑的销售在全国那是遥遥领先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双方现在是深度绑定，这是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事情啊。而且啊，我还可以很负责任地向2位保证，即便我们华研电脑上市，我们也绝不会放松对康普电脑的销售。但合同上写的是明明白白，华研现在的做法那是违约。违约？我看不尽然吧。白纸黑字，第6条第3款，华研代理康普期间不得销售其他品牌电脑。这个事儿呢，我还真有不同的看法。第一，华研电脑还没有上市销售，何来的违约啊？第二，今天2位来的正好，我正打算在这条后面和康普续签一份补充协议。华研在代理康普电脑的同时，可以销售自主品牌。你这就有点耍流氓了吧？啊？怎么说话呢？请注意一下你的措辞。这个自主品牌啊，它不仅仅是我们华研所有员工的理想，这更是我们国家自主品牌战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这一点恐怕谁来都无法做到，所以呢，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。再说了，咱们双方合作那么长时间，
业绩是有目共睹的嘛。你如果在这个时候解约，那对咱们双方都是非常不利的，而且会造成巨大的损失。所以就这点呢，我希望你们慎重考虑。我会把你们的意见如实的汇报给总部。谭副总，希望我们来日方长。康普这一关呢，就算是过去了。我料定他们也不会解约，所以剩下来的事情啊，你来处理。我回工厂。主任，您的身体还没痊愈，我还是先送您回医院吧。这肺频率降不下来，生产的进度就上不去。就算我躺在病床上，那我也无法安心呐。再说了，这自主研发品牌的事儿，是我一直推着往前走。如果这个时候我退出来，别人会怎么看我呢？我明白。主任，您如果信得过我，工厂的事情我去替您盯着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公司里边也离不开你呀。公司的事情可以暂时交给许阳。现在板海这个样子，就算我待在公司里面，也是干着急。这样，主任，我给您立个军令状，10天，您给我10天的时间，我保证把肺频率降下来。主任，您还信不过裴庆华吗？身体要紧，你还是先回医院吧。主任，身体要紧啊。是啊，还是先回医院吧。那好，那就拜托你。您放心。我俩装啊！咋他妈整你？怎么了？这是遭贼了？怎么了？赵四虎一大早上带一大批人来，找你在哪儿？我说啥我没告诉他，二话不说全给我砸了，还把张平荣绑走了。平平被绑走了？你就这么让平平被绑走了？我能有啥招啊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得立马去救他。咱们那箱钱还剩下多少？5万多点儿，还不到一半呢，这还不算利息，差太远了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跟他赌一把了。赵四虎那是个善茬子吗？你跟他赌啊？他不要你命就不错了。我先找点白纸往底下一垫，先凑个数，剩下的我再想别的办法。小闯，你能有啥办法啊？你这是送死，你知道吗？平平是因为我才被绑进去的，送死我也得去。我那台 VCD 呢？我藏起来了。你找他干呀？你之前不没整明白吗？就差最后一次测试了。天不会亡我小壮。快走！别人走，快走！哼，你小子还真敢来啊！虎哥，之前是我对不住你，这一次，希望你能放我和我兄弟一条生路。给你生路，
我没给过你机会吗？啊？我承认，是我害你赔了钱又丢了面子。但我这次既然回来了，我就不会躲。钱我已经追回来了，还你。咁長時間，利息呢？我大佬啲損失點算啊？这不是钱的问题了。你知道我最烦的是什么吗？欺骗、背叛，你们都做尽了。完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个东西，还有个五哥，还有个东西，还有个东西，不是钱的问题。好，既然不是钱的问题，那就都好好解决。我今天还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。这叫 VCD。你别说在广州看不到，全中国也没有几台。我从佛山回来之后，一直都在研发这个机器。还来，还想再骗我一次是吧 ？VCD， 体积小，画面几何解析的更清楚，功能多，存储光盘容量更大，体积更小，这绝对是以后的发展趋势。而且这一次，我不跟任何人进货，我自己生产。你们这些北方人，收个赔！不要！你打死我！你打死我就解气了吗 ？VCD 啊 ，VCD 你听都没听说过吧？你给我次机会，我让你做全中国第一个有 VCD 歌厅的老板。你凭什么让我再信你一次？你让我给你展示一次，如果效果不理想，我小丑自己调主将。他妈的，有点意思。如果这个东西没你说的那么好，我会亲自给你绑上大系统，我会让你自己调将。好。找一下电视机。你们几个去找几个大洗头上来，
你们帮忙，我还是干不了这个重活。让我快走，快跑！等一下。 小狗，咱们成了！这就是 VCD， 体积更小，画面几何数得更清晰，功能更多，存储光盘容量更大，尺寸更小。这绝对就是以后的发展趋势。而且这一次，我不找任何人进货，我自己生产。 东西你也看了，胡哥，你们江湖上的人我都知道，最讲规矩，不可能欺负我们两个。我多久能进的货？下个月。 50台。50台太多了，成本太高，我的本钱都在这里了。 他妈真是个人才！这箱钱，我再做一期定金。下个月啊！好啦，谢谢胡哥。睇到個吹啊！啲人同我小心啲啊！ 多亏你来救我，他们真的没有把钱拿走，还留了个大哥大。让他们按照我刚刚说的，电动时间增长1倍再试试。行，我跟他们说一声。你怎么跟主任一样，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？赶紧吃2口。等一下，你不吃，我不走。 想到什么办法了吗？应该是找到原因了。我准备让工人延长电动时间，
如果顺利的话，怎么着？还想压榨我们？再增加电镀时间，还下不下班了啊？对啊，你不看现在几点了？就是别欺人太甚啊！就是啊，别欺人太甚啊！我怀疑废品率居高不下，是因为电镀时间不够。缩短工时，看似可以早完工，可算上返工的时间，得不偿失。你有什么依据啊？啊？之前我们给昆仑干的时候，一直没出过问题，分明就是你们电路板有问题。是啊，对，就是电路板的事儿。我们已经换过2次电路板了，根本不可能是这个原因。这就是变相的压榨我们啊！是，下班不干了，走吧。等一下，岳师傅，你敢跟我打个赌吗？哼，你问我敢不敢？对，我赌废品率高是因为电镀时间不够造成的。如果我错了，我叫你声师傅，从今往后工厂里的事情全听你的，你说几点下班就几点下班。哎，大家伙都在这儿啊，做个证好不好？好。徒弟可得给师傅揉肩捶腿。对，愿你服输，到时可别赖皮啊。可如果你输了呢？行，小子，有种。我来工厂这么多年了，我会输。我要是输了，我单膝给你下跪，拜你为师。不用，只要以后你按照我说的流程来就行。这小子以为他真能赢一样。2个小时以后，统计下批板子的废品率。行，按他说的，增加电镀时间，让他输个心服口服。好，行，听三哥的。何必呢？还真以为他能赢了。3个。没下过车间吧？你知道为师我在车间干了多少年了啊？就是。来，徒儿，给为师倒杯茶。往往淹死的都是会水的人，有经验的人最容易刚愎自用。你呵，那从这儿给我嘚瑟成语，以为我听不懂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正经夜大毕业的。电镀时，如果镀层超出膜后，形成夹膜，特别是在线间距小的地方，是很容易造成夹膜短路的。你那是纸上谈兵，我们之前给昆仑做主板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之前你们并没有大批量赶制，使用的都是小电路密度。这次为了增加产量，同时又想早下班，所以电镀时间越来越短。电镀时间每缩短1分钟，电路密度就必然会上升5点几个百分点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废品率和电流密度有关系？这无稽之谈。我也是查过了很多论文，尤其是在孤立区域、间距小的地方，电流密度已经达到了正常值的1.5到1.7倍。在这种电流密度下，镀层厚度已经超过了极限，想不出废品都难。马上你们就知道了。哎，3哥，结果出来了。总共统计了235块，合格231块，废品率从原来的6.5降到了1.7。你真神了！接下来的事情，可就要拜托岳师傅了。这批主板我们真的很着急，我愿意出加班费，但必要的工序和时长，真的不能省。走吧。3哥，怎么着？你还真打算拜师啊？输了就输了，我岳三儿说话算话。哎，我想过了，之前那个吴厂长不干实事，咱们也就得过且过。他不一样，他是有真东西。今儿他是给我好好上了一课，输给这样的高材生啊，
心服口服。裴清华，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我刚给公司打电话，小七告诉我，康普那边已经同意签补充协议了。谭主任可真是运筹帷幄。你更神，谭主任都没有解决的废品率问题，你几天就找出原因了。这回终于可以开始验收了。怎么了，岳师傅？师傅，哎，快起来，岳师傅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！服输！哎，岳师傅，哎，我这次是实属侥幸，论资历，论经验，你在厂里都是第一，我还得叫你一声三哥呢。大家伙都听着啊！以后生产上的大事小情，都听裴清华的啊！从今儿往后，他就是我岳三的师傅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行，干活去，干活去。岳师傅，我岳三儿从来没有服过谁，你是第一个。